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的农村，这一块离黄河很近。今天来讲一位历史人物，非常有名。这个人呢，是中国一位非常伟大的改革家。他组织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最成功、最彻底的一次改革。这个人物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了。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改革，秦国呢才能快速的崛起，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没有他的改革，秦国或者说后面的秦始皇，很有可能是没法统一天下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，也去看一看商鞅的墓。这里是在陕西河阳的河川，算是在黄河西岸，离黄河很近了。商鞅的墓就在前方，算是在山脚下，等于呢，他的墓呢是靠山，临着黄河，也算是一个好地方吧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商鞅的墓呢，只有一个小的封土，跟其他的历史名人还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去了其他很多有名的人物啊，他墓前一定是有很多石碑的，而这里啊，反正现在看到的是没有，有一块碑可能还是近些年弄的。很多人知道商鞅，是因为商鞅变法，知道他让当时很穷很弱的秦国一跃呢成为战国七雄的老大一样，为秦国统一奠定了基础。但是很少人呢却了解或者知道，这位改变秦国命运的改革家，最终的下场啊是非常惨的，遭到车裂示众、灭族抄家的凄惨命运。死后呢，可以说是连一座像样的陵墓都没有，只有那些同情他的人草草收尸，把他安葬在这个黄河岸边的黄土坡上面。这可以说是商鞅一生的总结呀。好像在封建社会，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下场都不是很好。你像战国，商鞅下场很惨。那到了明朝，有名的张居正改革，他的下场后面也不是太好。差不多到了这一块呢，就是商鞅的墓冢，看起来确实不是太大呀。刚好呢是在这个山脚下面，我们来正前方看一下秦商鞅之墓。这一块碑呢还是近些年立的，然后旁边一块其他的古碑都没有，这就是有点荒凉啊。这个墓冢很小，就是一个普通的黄土堆，高度呢可能还不到3米，直径呢也不过10来米。这个周边呢长满了杂草。其实你如果没有这块碑的话，很难想象，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那个小墓冢，埋葬着却是一手改写秦国命运、影响中国2000年法治历史的商鞅。要了解墓主人背后的历史，我们的思绪啊，就肯定得回到2300多年前的战国中期。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礼崩乐坏，诸侯争霸，弱肉强食。因为春秋开始啊，周天子的影响力是越来越衰落，那些诸侯国呢都想称霸，于是呢就开始了几百年的战乱。从春秋很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剩下7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诸侯国：秦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秦。而秦国地处西北边陲，远离中原腹地，交通闭塞，经济落后，文化呢也相对来说贫瘠。再加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他们内部贵族势力呢是盘根错节，朝政混乱，国力呢衰落。而关东6国，你像魏国实力比较强，楚国呢实力也比较强，于是呢他们就专门打这些小国。秦国呢还好是有当时函谷关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早就被这些东方6国灭掉了。可以说秦国啊正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，急需一场彻底的变革来挽救危局。那刚好这个时候啊，秦国
出现了一位非常伟大的政治人物秦孝公。他看到了秦国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他想发展秦国，他也算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嘛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就发布了求贤令，因为改革也好，发展也好，是需要人才。他自己呢也知道秦国本土这些人才是不够的。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商鞅就出现了。商鞅呢原名是卫鞅，又称公孙鞅，出生于魏国的贵族。年少的时候啊，就非常聪明，潜心钻研法学学校，胸怀大志，希望呢能够有一展自己才华的舞台，实现自己变法图强的理想。他早年呢是在那个魏国丞相的门下当门客，当时那个丞相呢是知道卫鞅非常有才华的，他于是呢就向当时的魏国国王举荐商鞅，说他是旷世奇才，要么重用，要么杀死，切勿让他投奔其他的国家。可惜那个魏国的国王啊不以为然，他没有重用商鞅，也没有除掉他，最终呢让商鞅得以顺利离开魏国，奔赴了秦国。那这样改变历史的因素就发生了，转折点也来了。如果当时魏王重用商鞅的话，很有可能啊统一天下，弄不好就变成了魏国的了。商鞅入秦之后，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3次呢面见秦孝公。第一次呢是向秦孝公讲述地道，秦孝公呢昏昏欲睡。第二次呢讲述王道，秦孝公呢依然不感兴趣。第3次呢，商鞅终于找准了秦孝公的需求，讲述霸道，主张以严刑峻法、讲耕战、强集权的方式快速实现富国强兵。秦孝公听后呢大喜过望，当即决定呢重用商鞅，推行变法。从此呢，商鞅就开启了他在秦国的变法之路，也开启了秦国从弱到强的崛起之路。也可以说，中国的历史在这里走向就不一样了，算是一个转折点。商鞅变法，大部分人都听过，但实际核心内容是什么，可能很多人不是太了解。它主要就是废井田、重农商、讲军功，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，围绕富国强兵全面改革。第一呢，就是经济改革，也可以称得上是富国，废除井田制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，按亩征税，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。在他之前还是属于那种奴隶制的，重农抑商，奖励耕织，鼓励农业生产，对耕织高产者免除徭役，对经商懒惰自贫者严加惩罚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长度、容量、重量标准，方便赋税征收与经济交流。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啊，也为后面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一个基础。第二呢，是军事改革，属于强兵方面，奖励军功，废除世卿世禄柱，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，田宅，贵族无军功不再享有特权。还有呢，是严禁私斗，严厉处罚民间私斗，将民众武力引导对外作战。结合起来的话，使得秦国的那个士兵啊，在战场上是非常勇猛，他只要杀敌一个人就能够得到奖励，就可以说是当时改变家庭条件的一个非常重大措施，也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方法。当时呢，东方六国在秦国改革之后和他对战的话，说秦军呢是虎狼之师。第三呢，就是政治与户籍改革，推行县制，全国呢设县，官吏呢由国君直接任免，加强了中央集权。这个也为后面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的郡县制是差不多的。编定户籍，实行连坐法，百姓啊5户人家或者10户人家为一个单位，如果一个人犯罪，邻居呢也是要受罚的，强化了社会管控。推行分户令，强制成年男子分家，增加户数与赋税来源。第4点呢，就是社会与法治，严明法令，轻罪重刑，以严刑峻法维护统治，树立法律权威。
焚烧儒家经典，统一思想，推行法家主张。他这个严刑峻法呢，当时是规定，除了国王，就除了国君，所有的人犯了错误都要受到处罚，就算是太子也不例外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他把都城迁移到咸阳来，算是新建的一个都城。咸阳呢，算是刚好在关中的中心，它是有利于统治的。像这幅图就是当时的一个典故，叫做图木立信。商鞅呢一开始推行变法，担心老百姓不信任，于是呢他就在城门立一根3丈高的木桩，宣布呢能将此木从南门搬到北门，赏10斤。一开始百姓呢怀疑没人行动，商鞅呢将赏金提到50斤，终有一人呢搬了，商鞅呢立即对犯，此举呢就迅速树立了政府的公信力。这个就是说，强调诚信是治国之本。这样，经过商鞅的2次变法，秦国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很弱小的边陲小国，一跃呢成为战国7雄中最强大的国家。经济上，农业繁荣，粮食充足，工商业呢也在有序的发展，国力呢日益雄厚。军事上呢，军队战斗力极强，所向披靡，先后击败魏国、楚国等强国，夺取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。政治上呢，中央集权得到加强，社会秩序井然有序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可以这样说，没有商鞅变法，就没有后来的强秦，更没有秦始皇统一6国。所以说，商鞅变法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法。商鞅呢，也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。当然，商鞅的变法能够成功，也是和秦孝公的支持离不开的。秦孝公和商鞅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君臣相知、互相信任的顶级典范，也是一对理想与现实、权力与变法高度绑定的政治共同体。可以这样一句话说，秦孝公是商鞅变法的保护伞与总后台，商鞅呢是秦孝公的手术刀与设计师，两人缺一不可，共同造就了变法的成功，也造就了秦国的崛起。商鞅的所有变革本质上呢，都是实现秦孝公富国强兵、称霸天下的政治理想，而商鞅的这些变法也是他自己思想理想的一种手段。没有秦孝公，商鞅寸步难行，甚至性命不保；没有商鞅，秦孝公的强国梦只能停留在纸面上。两个人的关系本质呢，就是利益高度一致，风险共同承担。在改革的过程中，秦孝公负责扛住上层压力，商鞅呢负责向下开刀。也就是说，商鞅的一切权力都是依附秦孝公一个人。到了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病逝，那这个时候商鞅的危机就来了。当时秦孝公去世，太子嬴驷继位，是为秦惠文王。他一上台，那些公子虔等旧贵族就立刻群起反扑，诬告商鞅谋反。当时的商鞅失去了秦孝公的支持，又因为得罪人太多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他试图逃离秦国，结果逃到边境想住旅店，店主却告诉他，商今之法无凭证不能住宿，我要是留你都是犯法。商鞅设计的制度反而堵死了自己的路。他想逃到魏国，可魏国也对他恨之入骨，拒绝接纳他。走投无路的商鞅只能回到自己的封地，今天的商洛丹凤，想反抗，可此时已经无力回天。最终呢，在今天的河南渑池那一块被秦军擒杀。当时呢，秦惠文王为了震慑百姓，安抚旧贵族，下令呢将商鞅的尸体车裂示众，等于呢就是五马分尸，还灭了他的全家，上演了一场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悲剧。这就是商鞅变法以及他简短的一生。又回到商鞅墓这里了。关于他的墓由来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：当时被车裂之后，他的尸体无人敢收。后来一些同情他的法家后学和百姓偷偷收敛了他的遗骨，想要将他的遗骨运回魏国故里安葬。可当他们走到黄河边的时候，被秦军截获，无法继续前行。
当地的百姓和一些士兵啊，不忍看到这位功臣暴尸荒野，便将他的遗骨偷偷的安葬在这一块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。商鞅为何被杀以及被灭族呢？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变法彻底的得罪了宗室贵族集团。因为商鞅变法是对秦国利益的彻底重构，他直接的剥夺了旧贵族世袭特权。你像当时他规定宗室无军功，不得入籍，还有呢推行县制，削弱贵族封地，以地方自治权集权中央，这都是使得那些贵族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。那些贵族反对肯定是情有可原的，有秦孝公支持，他们不能拿未央怎么样，那秦孝公死后他们就一定会清算的。还有就是他以严刑峻法压制贵族反抗，最大的导火线是当时的太子嬴驷犯法，商鞅呢是对他的2位师傅公子虔处以极刑，割了鼻子。这个人还是秦孝公的哥哥，太子的伯父，在那个时候割了鼻子呢是非常大的侮辱。那这个人呢对商鞅是非常痛恨的，他随时随地都想把商鞅弄掉。直接原因就是秦孝公去世了，没人保商鞅。当时呢他功劳非常大，权倾朝野，新继位的那个国君呢将他视为威胁。还有呢就是公子虔，他要报复之前受到的侮辱，以及呢这些旧贵族想要夺回他们以前的那个权利。在这种多方面的结合下面，嬴驷呢就杀掉了商鞅，巩固权威。还有一点就是商鞅自己呢性格刚猛，树敌太多，没有留退路。看着这个墓碑，以及看着这个墓冢啊，充满了唏嘘啊。一生致力于强秦的改革家，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改变了秦国的命运，也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最终啊，却是落得了凄惨的结局。不过好就好在有一点呢，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，但是呢没有废除商鞅的新法，这可能是商鞅留下来的宝贵财富。人去世了，但是他的制度，他做出的事情却是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。当时秦惠文王呢也知道商鞅的法呀是强秦的根本，杀商鞅他是为了平息旧贵族的怨气，巩固自己的统治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那商鞅肯定可以算得上是重于泰山了，因为他的变法内容，他所创立的制度很多都沿用下来了。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，商鞅变法是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基础。8个字可以总结：商鞅虽死，秦法未亡。在秦惠文王的操作下，变法彻底巩固了。在中国古代，改革家很多，但大部分呢都是人亡政息，而商鞅的却不是。商鞅变法，人死了，法还在，并且彻底重塑了一个国家，对后世影响最深远。从秦汉到明清，很多东西都是脱胎于商鞅的变法。所以说商鞅呢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，也是最无可争议的改革家。那这个商鞅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